我老婆很贤惠，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活都要我来干。我平时工作又忙，回家还要继续干家务，搞得我很郁闷，很难受。同时呢，她脾气还不好，对着我大吼大叫也就算了，还要吵我爸妈唠叨。你说说看，我爸妈让她生个2胎，她又不生，还非得说什么啊，为了生财，然后以后还不肯带孩子，这搞得我很郁闷。我老公总说我什么家务都不干，可我是干了，在他眼里却总是看不见我的好。他从来没有自己的主见。我们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，不论对错，他从来只知道听父母的。生2胎，好歹也听一下我的意见吧。掌声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陶先生，32岁，来自江苏，金融经理。来，有请陶先生，有请。女嘉宾董女士，30岁，同样来自江苏，自由职业。有请董女士，有请。啊，欢迎2位啊！结婚几年？结婚6年。6年。对。有1个娃哈。1个娃。多大了？4岁。4岁哈。今天是因为要生不生2娃来这儿的是吧？对。谁要生谁不要生呢？就是我爸妈他非得想要生个娃，然后呢，我媳妇儿她就不乐意生。哦，那你呢？我呢，其实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是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，然后呢，我媳妇儿比较贤惠，闲在家里什么都不会，好多活都是我爸妈干的，那再生一个呗也无所谓啊。好，听明白了哈，是充满了抱怨，反正也不需要你带，只是让你生嘛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你们俩这个问题，你们俩商量过吗？商量过。要还是不要？我要。他瞎说啊。好，瞎说啊！他不要的是吧？我们俩是这样子的。哦。他爸妈呢是想要孩子的，但是我们2个人是在私底下里面一起达成过共识，商量过的。我们呢是目前的话是，我也是看他工作也比较累嘛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的话，再生一个2胎，根本就带不过来。而且的话，我们2个说实话。他跟我说过，他不想，目前不想要2胎。我们2个商量出来的是呢，再过个几年。反正目前是不想要。现在不正好国家政策允许吗？而且还不要你带。谁带？我爸妈带。老大也是他们带的吧？老大是。也是吧？对。听出来了，老大也是哈，所以你会觉得没什么影响，是吧？就为这事儿吵啊？他脾气也不好，我媳妇儿脾气可能从小就娇惯吧，被他父母娇惯的，整天在我家就对着我爸妈大吼大叫的。然后的话，我现在一下班我就感觉浑身难受，为啥？一回家就听见他们在吵，我就很郁闷。然后公司一派我出差，我就感觉很轻松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说到感受，我还真的感受到了。你每天一回家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跟爸妈、去跟孩子打招呼，这我能理解，毕竟是你父母，也是孩子。但是你好歹也照顾一下我的感受，理一下我吧。我跟你打招呼，你也从来基本上不太会理我，你把我放在眼里一下行吗？合着你这样整天出去忙，你是在找借口吗？我这么辛苦的工作，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他会跟你父母吵架是吗？对。这可不好哎，姑娘，真吵啊？也不是说真吵。可能在他眼里觉得吵了吧，我可能自己，我确实觉得我脾气可能是有点不好，但是也没有像他说的那么严重，说一天到晚吵。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还是挺孝顺的。好，就像上一次正好我出差，他跟我一起出去，然后呢我爸妈就给我孩子吃了点海鲜，结果呢就我孩子过敏嘛，然后就去医院了，结果他第2天就对着我爸妈大吼大叫。没有大吼大叫吧？我这是语气重了一点。就是因为那件事情我爸还把我臭骂了一顿，说什么自从我娶了媳妇儿，就再也不听爸妈的话了，就全听媳妇儿的。好，行，我再问问啊，你跟他父母的关系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父母对你好吗？挺好。为什么要跟你父母住呢？我们的房子刚买下来，现在还在装修。
好，接下来我就问了啊，咱们今天先生的意思是来讨论要不要二胎的，对不对？妻子的意思是再过几年再要。就是你觉得现在要孩子不成熟的原因或者叫条件是什么？哪些条件没具备，你觉得不适合再要第二个孩子？首先一点吧，就是我觉得目前我的孩子也快上幼儿园了，等他完全上了幼儿园以后，就是再成熟一点，不需要他奶奶再操心的时候。而且目前的话，他现在在外面工作那么忙，说实话，我很心疼他。他在外面工作那么忙，根本就没办法让孩子的教育还有各方面问题理清楚。说到教育的问题，我孩子是女儿，4岁不到，结果呢，我老婆她非得让她去学什么武术，学什么跆拳道。我觉得小女孩嘛，多么温柔，多么可爱，你让她学个舞蹈不行吗？去学琴棋书画也可以啊，去学什么武术？学武术怎么了？你以为现在是古代吗？古代的女孩子学个琴棋书画是很正常的吧？但是现在是21世纪，女孩子学个武术、跆拳道，我想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吧？刚才你说要调整他跟女儿之间的这个关系，对吧？孩子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指的是什么样的关系？你说心疼他，我理解，挣钱太辛苦了啊，不想要二胎。还有一个要调整跟孩子的关系，你跟女儿的关系好吗？以前不太好，以前呢确实比较忙，然后现在呢我团队也建立公司，工作上面也不太要我操心，就每天就在家多陪陪她。好，可以陪伴女儿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再促进一下他们的这个情感，再稳定一下，然后再要第二个孩子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们平时的话就是一般性，基本上都是我跟我婆婆带孩子带的多，她就是很少能够兼顾到孩子。所以，像比方说孩子睡觉啊，就是吃奶之类的，还有一些教孩子念书方面的，我都尽量的创造机会，去让他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共处，一起去连接一下感情。这就是老二是你这几年不想要孩子。还是你父母一絮叨，你觉得不要对不住父母啊？本来呢，我其实对于孩子生一个就够了，然后呢，反正。就是每天有人在我耳边唠叨嘛，就是包括我爸妈，包括他爸妈，包括我朋友，我好多朋友已经有二胎了嘛。我说这个，生一个也确实挺好，要不我们就生一个呗。你自己其实也没往多想，是吧？对，因为老大我估计你带的也少，现在那孩子怎么过来的，你也没吃什么苦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你觉得再生一个也就再生一个，也无所谓。你也不觉得说给他有负担，给家里面有负担，反正你们要我们就给你们生一个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还是不是吧？咱们坦率的说，是哈。是。所以对你来说，生孩子这件事情很轻松嘛，对不对？有那么大的一个后勤系统支持，对吧？有管生的，有管养的，这个当然好了。然后再落一个孩子，对吧？这谁都想要这么好的事儿哈。那个除了这个，你们还有别的吗？除了孩子之争之外，你们感情好吗？说实话，我们其实平时感情非常好，主要就是因为生二胎的事情。你一直在说他跟你父母处的不是特别好，是吧？他们有了二胎，你觉得还能弥补他跟你父母的关系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一箭多雕，但是夫妻之间达不成共识，这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孩子。从外人的角度，你们怎么去帮他们来认识这个问题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哎呀，来吧，夏老师啊。要不要二胎这个问题，我觉得现在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你们家里面的状态是不平衡的，就是你是一个要往外逃的状态。你刚才自己说，你说一出差什么特别高兴，对吧？这样的一个家你都不想回，更何况有了二胎又多添了一口人，你更不想回了。慢慢的，你的身心离这个家就越来越远。要先让你怎么想能回到这个家，回到这个家你是开心的，再去打算要不要二胎。首先，你其实对家庭的责任没有尽到多少，因为家里面所有一切都有自己的父母操持。然后呢，孩子有自己妈妈和媳妇儿管着，你其实什么都不管，我也不知道你累在哪儿。所以，如果你能真的多分担一些家里面的家庭责任，然后呢，想办法让你们的小家庭先独立出来，所有的事情自己扛，不要都扔给父母。
那我觉得再去考虑要不要2胎。如果你连第一步基本的你的小家庭都独立不了，你自己撑不了这一切，你生孩子是活给父母的，那我觉得完全没必要要2胎。累的最后是你爸妈，你不心疼你爸妈吗？还有，女孩子我想说的就是，不管怎么样，跟父母住在一起，不管你脾气好或者不好，你不管是你爸妈惯你，你从小可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性，既然结婚了，然后呢跟公婆生活在一起，其实是完全生活上都依赖自己的公公婆婆，他们对你来说，你应该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当然有可能2代之间的育儿问题会有一些的鸿沟，会有一些的障碍，但是你不应该把这种鸿沟和障碍当成你发脾气的一个理由和借口，因为他们没有错，大家的初衷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爱这个孩子，那是亲爷爷亲奶奶呀，能害孩子吗？对吧？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多学会理解和倾听，然后想想怎么独立，怎么自主，再去想考虑2胎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来，宇东。我个人觉得要2胎这件事情上，因为这也打到了我，我这个老大嘛，6岁刚上小学，现在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问我一个话题：宇东，你什么时候要2胎？我个人觉得这个有2个层面，一个是资格，第2个是动机。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，父母只是他们的一个称呼，他们并没有理解“父母”2个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男生分明说了以下2点对于2胎的感受，一个是可要可不要，有的时候想要，有的时候不想要。其实夫妻决定生孩子，这必定是一个非常难以下的决定。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慎重的决定，很难说把这个决定真正的执行下去，更别说2胎。但是对于你来说，一个生命的降临好像是一件很轻浮的事情。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在台上说可要可不要这2胎，如果没有父母撑腰，你哪来的这种底气？中国的父母都代劳了，使得他们觉得结婚是件很简单的事儿，有人操持，说结咱就结了，是吧？孩子也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，说生咱也就生了，所以他才会有。别人有2胎，我也要有。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跟老婆说我想要2胎，都不太好意思开口，因为你看他肚子上已经开了一刀，你不好意思开口，得女方来说才行。以后别那么嚣张了，摸摸自己的底气，然后再去说事情。
对于要不要孩子、要不要这条小生命上来说，对于父母实在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而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，好吗？要当爹就有个当爹的样子，要当妈就有一个当妈的样子。你让他们俩搬出去，这不太可能。他们一搬出去，那老两口要生气的。他就想跟儿女住一块儿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父母要团着你们在一起，可以理解，但自己得要有自知之明，好吧，对不对？生不生，谁说了算？这我特别认同你，东东。回家多陪陪闺女啊，正是好玩的时候。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老婆，真心的说声对不起，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。我真的明白了，男人要有担当。回去之后呢，我一定依着你的，听你的。其实我知道你在外面工作一直很努力，我一直很了解你。怎么说呢？我还是懂你的。行，都稳定了再说吧。等闺女上了幼儿园都稳定了再说啊。你也仔细想想，梳理一下。谢谢两位的分享，来，请回啊。请关门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谢谢老婆原谅我。我也能够理解你。在爱里等着你，陪你叹息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抱紧，两颗来，请亮灯。来。好吧，祝你们开心吧啊！谢谢。好好的多陪陪女儿啊，这是实话。再长长就要跑了他们，因为他们要独立嘛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